此番公主作为质子，只身前往代国，大燕百姓必将感激不尽。来人，给公主带个荷花酥做得好的厨子，不然到了代国该吃不惯了。这次代王来者不善，要有所准备才行。咱们可以先发制人。你的意思是用婉柔的死做开战理由？人性的本质是自私，哪怕是有血缘关系的家人。有请燕国长公主进殿。你敢在面圣的路上摔倒，这就是你蔑视代国的下场。既然坏了规矩，那就是大不敬。按照代国的制度，理应受罚。我要的可不是一根木头。你不是喜欢跳舞吗？那就跳个够。谁会相信我是锦衣玉食、万人供养的大燕长公主婉柔呢？在我这儿没有公主，只有奴隶。若有来生，我只愿做一个普通的女子，而不是两国和亲的质子。这是和亲前那场送亲会。来人，给公主带个荷花酥做得好的厨子，不然到了代国该吃不惯了。原来就是从这儿开始，我成了一颗棋子。此番公主作为至此，只身前往代国，大燕百姓必将感激不尽。公主深明大义，臣奏请加封长公主为护国公主。你们想做甚？捧杀朕的女儿吗？朕的江山稳不稳，都不需要牺牲女儿。父皇，那儿臣不想去和亲了。天子守国门，君王死社稷，有您这样的父皇，是儿臣三生有幸。朕竟不知你是这样想的，你让大燕的脸面往哪放？听说要是担心大燕的脸面，也可以做上门驸马，比我过去和亲更显诚意。陛下请顾全大局，您先是燕王，才是一个父亲啊！为了百姓，陛下三思啊！既然婉柔无意和亲，这件事我们从长计议吧。今天怎么不是？小的们赶紧着吧，手脚麻利点儿，别误了和亲的时辰。你说，婉柔会不会怪朕？这点牺牲又算什么呢？重活一世，你们依然拿我当做一颗棋子。谁说我一辈子就只能做一个被人利用的棋子？这一次我要做下棋的人。那些我在代国受过的屈辱，从不为我着想的亲人，这次你们必须付出代价。有请燕国长公主进殿。你敢在面圣的路上摔倒，这
这就是你灭世代国的下场。见了我，为何不行拜礼？在成为大王的嫔妃之前，我还是燕国公主。管你是哪国的公主，见了我不行拜礼，就是大不敬。来人，给我按住他！娘娘，他既然敢不穿代国的服饰，那还等什么呢？帮他换换衣服。大王到！既然坏了规矩，按我代国的规矩要受罚。妾愿意替大王分忧。且慢，妾有一个不情之请。来了代国，当然要守代国的规矩，但妾亦是燕国人，也有燕国的规矩要守。妾的身子只能给夫君看，请大王一个人单独看我受罚。抬起头来说话。公主，这样真的行吗？男人没有最喜欢的类型，他们眼里只有新类型。别的女人越是争奇斗艳，我就越要端庄高贵。好了，够了。那今晚就你侍寝吧，我亲自看你受罚。一日红有什么用？你看哪朵花能百日红呢？多谢姐姐提点。来人，把他给我推下去！你会遭到报应的，你一定会遭到报应的。世间皆有因果循环，但这绝不是我的结局。我看你能装到什么时候？我一步步踏着血和骨淌出来的路，都是为了看你生不如死的样子。猎人往往会以猎物的形式出现。大胆！竟然在宫中行苟且之事！我不认识他，是他自己闯进来的。不认识还能坦诚相见？大燕的风气果然跟我们代国的不一样啊！大王，他既然已经和其他男人有染，丽嫔看怎样合适？以后燕国公主就在羊圈里住吧。你不能这样对我！你一个和亲的质子，我怎么对你都行。你就这点本事吗？大胆！竟然在宫中行苟且之事！大胆的是他。大王，幸好你来了，妾刚才害怕死了。颠倒黑白，你和这个野男人分明有情况。妾是看他突然进来，只好装作还在沐浴的样子，就是怕他妾不轨之心，请大王明察。我们进来的时候你俩不对劲，还有什么好辩解的？凡事都讲究个眼见为实。他身上有丽嫔的耳环，那是不是说他们俩也有私情？你不要血口喷人！所以你费尽心思带姑来，是看你笑话的吗？大王，宫里时常有偷窃发生，一只耳环而已，也许就是哪个婢女吃了雄心豹子胆，做出了僭越的事。是奴婢做的，是奴婢偷带了丽嫔娘娘的耳环和男人私会。枉我平时那样对你好。既然都是误会，这个宫女和男人就杖毙吧。男人喜欢温顺的女人，是因为容易掌控。昨天你表现得不错，
你倒是个会疼人的。哈哈哈哈！什么大燕公主，还不是要听我的？封你做婉妃怎么样？大王，妾觉得自己当不起一个妃位，还需要和姐姐妹妹们多学习代国的规矩。别的女人都恃宠而骄，还是你懂事。我熬了多久才是一个嫔位？他刚来就想封妃，专宠的祸害不能再留他了。打探清楚了，昨天夜里丽嫔去了德妃宫里议事，今天怕是来者不善。你要记得，我们才是来者。多久起效？喝了之后，脉象就会变成喜脉。终于到了仇人见面的日子。上次我没上盘桌，这次让我为你们唱首挽歌吧。皇后娘娘到。新小主见礼。拜见王后，拜见王后。本宫倦了，德妃你来主持吧。抬起头，让本宫看看。妹妹果真年轻貌美。来人，把我们准备的礼物呈上来。第一件比翼鸟，第二件龙腾四海，第三件喜得贵子。妹妹可要记住了，这是对你的提点。臣妾惶恐，多谢姐姐们费心准备了。妹妹客气了，都是姐妹，以后互相帮衬着就是了。新小主奉茶。妹妹刚来，可能还不知道代国的规矩，从烧水开始才更显诚意。那工具呢？亲手把炭火抓起来，才更显用心啊！宫里的人一个个衣冠楚楚，却比鬼可怕。来人，大燕公主要造反了，快请大王过来！多上几个人，把她给我拿下！你们这群废物，还愣着干嘛？拿下他，本宫重重有赏。大王到。好，好，好！传太医，快去传太医过来！婉柔怎么样了？恭喜大王，小主有喜了，尚不足1月，赏黄金100两，封婉嫔。恭喜大王，婉嫔有孕功大于过，奉茶礼的事依臣妾看，就找个管事嬷嬷教教婉嫔规矩。如此甚好。下个月春猎的事，德妃也多多费心了。愿为大王分忧。既然是你插过来的眼线，我一定会好好利用的。今年又是大王射的猎物最多呢。去年是姐姐拿了大王的彩头，那条红色狐球我现在都记得。今年的彩头啊，肯定也非姐姐莫属。大王赐婉嫔春猎彩头，貂皮围脖1条。谢大王。大王念你有孕在身，不必行谢礼。婉柔就是矫情，怀孕还搞得惊天动地的。这次春猎是个下手的好机会，姐姐可是有对策了。今年春猎挺尽兴的，德妃辛苦了。
能让大王高兴，臣妾多辛苦都愿意。一会儿按位分把猎物给各宫分下去。是。各位主子们小心！侍卫呢？都去哪儿了？竟然有人敢对孤的猎物下手！来人，给孤彻查！小主，他们果然按耐不住要下手了。这条帕子是造给你用的，我已经找人验过了。怎么说？帕子被3只9芽草浸过，马闻到这个味道就会冲过来发疯。知道了。看来他们这次的目标是我肚子里的孩子。春猎当天，别让他们察觉。你把帕子放在捕回来的猎物里。这是为何？大王最爱就是打猎，等他辛苦打来的猎物被毁，你看到时候会不会有雷霆之怒？大王，都是臣妾疏忽了，才让有心之人有可乘之机。是疏忽这么简单吗？今天开始，6宫协理的事你不用做了。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，这么简单的事儿你都能出错，都是婉柔诡计多端。6宫协理权可以以后拿回来，但现在这个必须死。大王，不好了，婉嫔小产了！怎么回事？好像是婉嫔自己不小心摔倒了。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，大王？我们去看看婉嫔妹妹吧。太医都是干什么吃的？大王息怒，让太医们尽力救治婉嫔妹妹才是要紧。禀告大王，婉嫔小主吉人自有天相，孩子保住了。刚才孤以为要失去这个孩子了。今天的事不是偶然，有人用带苔藓的鹅卵石暗害我。孤会为你做主的。小主，是带苔藓的鹅卵石，他们肯定还有后手。咱们这次将计就计，你准备一下鸡血，一会儿装作小产的样子。不好了，我家小主摔倒了，快来人啊！不好了！快回婉嫔宫。大王，就是他往小主的汤里加红花，人赃并获。说，谁指使你的？这次计划必须万无一失，直接上猛药。放心吧，姐姐，婉柔休想母凭子贵，一定会意外失去孩子。大王，臣妾记得这是丽嫔宫里的人。丽嫔是吧？好一个丽嫔，把她带过来。大王，现在去她宫里搜，应该会找到证据。孤对你不好吗？连孩子你都容不下，你心真狠。大王，臣妾冤枉啊！证据都在你宫里搜出来了。德妃，你竟然晦气的东西！来人，给我教训他！既然婉嫔刚才流血了，赐丽嫔1丈红。妹妹，你可还算满意？一切全凭大王和姐姐替臣妾做主了。你只是死了一条狗，我怎么会满意呢？好好安排。后宫这么多女人，却只有一个子嗣，太凑巧，也太奇怪了。这宫里鲜少有人怀孕，算上小主你假孕，也就只有5个妃嫔怀过孕。看来我们这一招早就有人用过了。小皇子不一定是大王的。你确定那是婉嫔用的？奴才确定，嫔位以上才能用的丝绸，丫鬟是绝对不能用的。继续给我盯着。你过来，明天把苗族那个巫蛊师传进宫里，我倒要看看婉嫔的孩子是怎么怀上的。皇子好啊，
姑喜欢皇子。明年春天才知道是公主还是皇子呢。多吃些，给姑生个胖皇子。你这么爱吃辣，当然是小皇子啊。莫要打趣了，不如大王陪臣妾去德妃姐姐那里问问，看是不是和她当年怀大皇子的时候一样。那就依你说的。怎么回事？娘娘正在睡午觉，奴婢这就去叫醒她。不用了，姑亲自去看。来人，用冰水把他们浇醒。你怎么在我榻上？大胆！你敢宫里藏人？不是这样的，请听臣妾解释啊！像是苗族的巫师，德妃是想让我帮他去除宫里的脏东西。你们当姑是个瞎子吗？把他们给我绑起来！大王，臣妾冤枉！大王，真的是有人要害臣妾，臣妾愿断发为证。你胆敢威胁本王？父王请明察，一定有误会的。这么一看，大皇子和这个巫师长得倒是有几分相像。来人，去找太医来，滴血认亲。复仇的帷幕终于要拉开了。从您还是王爷的时候，就伴在身侧了。那你可知道背叛姑的代价？臣妾问心无愧。已经准备好了，开始。皇后到！大王，且慢。王后此时前来，所为何事？王后竟然会来，她要以身入局吗？请大王三思，皇嗣是一国的根基啊。德妃固然有错，皇子的血脉问题绝不能公开。依王后的意思是，咱们可以偷偷验，偷偷处置，不让太多人知情。王后，你我姐妹多年，现在也过来落井下石吗？大皇子当然是皇室血脉啊！既然德妃妹妹这么笃定，本宫也没什么话好说了。大皇子，奴才得罪了。敢让姑的皇室血脉蒙羞，德妃你就等着受罚吧！这不可能！自从嫁到王府，臣妾就只有大王一个男人。大王，太监的血也相融了，是有人要害臣妾。水里有穿丘，怕是有人动过手脚了。姑倒要看看，到底是谁在扰乱后宫。原来嬷嬷是皇后的人。小主，你看是放通凶还是白弦呢？世上没有正确的选择，放哪个都一样，只是为了引出真相而已。这次姑要结果万无一失，要是还有人做手脚，你们的脑袋都得掉。太医院定能事无巨细，竭尽全力。大王，奴才……大王，现在信了吗？臣妾真的对大王别无二心啊！不要怪父王，胆敢污蔑你血脉的人，就是动摇代国根基。儿臣不敢。既然是亲生的，就上演另一个话本吧。大王，丽嫔娘娘是冤枉的！大王，我家娘娘是冤枉的！你看看你的下场，想死都不痛快。德妃弃了你的时候，一点都没有犹豫。你不记恨她吗？你用血来控诉，也许会给她致命一击。这上面说你一直在给侍寝的妃嫔们用避子汤。
大王更相信丽嫔死前的风言风语，而不是臣妾吗？来人，给我查德妃宫里的东西。大王不觉得今天的事全都是有人故意针对臣妾吗？清者自清的道理，不用顾多言吧。大王找到了，这个盒子之前是装红花的。姑有多看重江山和子嗣，你不知道吗？是婉嫔，一定是婉嫔动的手脚，因为臣妾手里有她的把柄。这会儿还想着拉别人下水？大王，婉嫔是假玉，臣妾有证据。臣妾不知道德妃姐姐在说什么。臣妾有证据。脉象是太医诊断的，害醒症状也有。臣妾不知德妃何出此言。来人，把那东西拿上来！这是奴才亲眼看到婉嫔的双盒从卧房里拿出来的，嫔位以上才能用丝绸。你宫里就你位位最高，不是你的还能是谁的？就凭一块带血的绸子就可以肆意诬陷吗？请大王为臣妾做主。既然大皇子可以滴血验亲，那婉嫔的脉象有何验不得？后宫内斗，乌烟瘴气，是臣妾管理不善，请大王责罚。王后，你礼佛确实太久了，后宫翻天了，你都不知道。大王息怒，臣妾知错了。太医呢？过来诊脉。臣诊断华脉有孕，臣诊断是无孕，臣也诊断无孕。婉嫔，你敢欺君？臣妾不敢。既然有一位太医诊断有孕，还请大王明察。你们既然各执一词，那就上刑吧，看看谁的嘴更硬。都是他陷害我的，臣妾绝不会残害皇嗣。公道自在人心，大王，动手吧。你们想说实话了，自然会听。妃嫔无爱，不懂欢乐；君王无情，不懂悲伤。再快点！大王，大事不好了，殿中走水了！小小后宫还能起火，我倒要看看今天还能出多少幺蛾子！气运有时候也是实力的一部分。禀告大王，起火的是殿内的香炉，这是里面的香灰。安魂草的味道，这闻到的人会脉象大乱的。臣妾一直用的都是龙涎香啊，那是大王喜欢的味道，臣妾不知道什么安魂草。你好狠的心，要不是失火，你是不是想让我一尸两命？我究竟哪里做的不好，让你视为眼中钉肉中刺？婉嫔，你别装了，这事难道不是你自己做的吗？大王明察，身为母亲，臣妾没有任何理由要害自己的孩子。来人，给婉嫔诊脉。确是喜脉。来人，给婉嫔披上衣服，有孕在身，着凉可不行。大王，他一定有别的方法可以控制脉象的。大皇子以后就归你管辖吧。顾累了，剩下的事你看着料理。臣妾遵旨。大王，你竟然不信我！太吵了点。来人，把他的嘴封上。传我旨意，德妃因屡次残害皇嗣，行为失德，削除妃位，沦为庶人，打入天牢。他的母族永不可送秀女进宫。你才付出这么点代价，岂不是太便宜了？德妃，我来送你一程。做了15年姐妹了，干嘛假惺惺的？这又没人，你演给谁看啊？不该让你住这儿的，太阴了。你素来喜欢阳光，当年刚入王府的时候，本宫记得特别清楚，你指明要阳光最足的南院。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，姐姐还提。那时候只有你我跟大王，日子好不快活。你没来之前，只有我和大王2个人。没想到你心里这样记恨我，原来是你，一切都是你。娘娘，那个巫蛊师已经进了德妃屋里，奴才亲眼看到他们喝了茶。药的剂量怎么样？至少可以睡到有时3刻。
启禀娘娘，装红花的盒子已经准备好了。盒子原本是德妃的陪嫁，找个手脚利落的人去做，别留下证据，事后让这个人消失。你是第一个跟我抢大王的女人，我就是要你的命！你在乎什么，我就夺走什么。疯女人，他是帝王啊，能有多少时间用来儿女情长？我们还有下半辈子，但是你一个将死之人，做什么都没时间了。我帮你做了那么多脏事，大王子是个好苗子，你好好培养。但那是你的儿子，你会受到报应的。主仆一场，娘娘得罪了，奴要有自己的主子，也是身不由己的。不错，这个柔韧度不错。封个才人，今晚就制牌子吧。谢王后娘娘。还是我的王后善解人意。大王，臣妾为您的寿辰准备了一份。呈上来我看看。知道大王喜猎，臣妾特意搜集了这3种稀有金属打造的弓箭。果然精美，是稀罕玩意儿。王后辛苦了。大王欢喜，臣妾自然就欢喜。段贤乃是大凶，臣妾仔细检查过了的。公主都办好了，无论是哪张弓，只要一拉开就会断。既然不主动，他也会害我。那这次换我先出手。王后，你最好能解释得清楚。绝对是有人故意为之，离间我们的关系。帝后不和，百害而无一利呀！大王，这味道不对，臣妾之前闻过，不是这个味道。传太医进来。回禀大王，这是产作大烟的水银。臣妾从未见过这种东西，请大王为臣妾做主。从宛平宫里的废物中发现了水银。我给王后做的局，却困住了我自己。婉嫔，你这是要造反吗？臣妾听闻，百姓也会用水银来治疗疾病。即使臣妾宫中发现了水银，也不代表弓箭上的水银就是臣妾做的。人心叵测，真的难窥其底。你现在狡辩也无济于事了。来人，把婉嫔给姑关进地牢。大王，如果真的是臣妾做的，那臣妾为什么要用大烟产的毒物呢？这不是欲盖弥彰吗？海王到！王兄的生辰果然热闹非凡啊！你怎么突然回来了？边关太平无事，想着王兄寿辰，臣弟怎能缺席？这是演的哪一出？真是许久未见了。既是王兄生辰，我当然要来。不过，是不是影响王兄处理家务事了？这不是那个到处行医的闲散王爷吗？难道他是王后的人？后宫的事，只是小事。既如此，臣弟有事请奏。西南地区百姓多发皮癣，瘙痒者会连夜抓挠，直至出血，甚至有百姓流血过度。姑怎么不知道？西南的官员是怎么做事的？大王息怒！王兄息怒，好在臣弟已经想到解决办法了。来人，把工人们带上来。臣弟以各宫的患者为样本进行诊治，治疗下来，水银效果是最显著的。水银不是剧毒之物吗？可能这就是所谓的以毒攻毒吧。有宛平宫里的吗？回大王，奴婢是婉嫔娘娘宫中的2等宫女。谢大王明鉴。是姑误会你了。君王薄情多疑，上一秒还是死局，下一秒就上演深情。这个海王好大的胆子，敢来坏本宫的事！娘娘息怒，这次应该是个偶然。下次，婉嫔休想翻身。现在看来，海王一定不是王后的人，但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西南地区的皮肤病是真的，这要是有心为之，可是个大手笔。这个王爷常年游历各国行医治病，如果是伪装的话，那这人一定城府极深。需要派人盯着吗？不管是谁，都不能影响咱们的复仇计划。要是大皇子活不了，姑让你们一起陪葬！大皇子这病着实蹊跷，下官无能。要你们这些废物有何用？今年的俸禄别领了。
参见大王娘娘，大皇子丢失的平安玉在御花园的草坪上找到了。上天保佑我儿病美驱散。这是婉嫔送给大皇子的玉佩，正是妹妹送的平安玉。下次别急，慢点跑，王后娘娘该心疼了。这不是你为腹中胎儿求的平安玉吗？臣妾希望只要是大王的孩子都平安，不只是臣妾腹中的孩子。皇子们健健康康的就是最好的。这是双玉换血。传闻世上有一种双生玉佩，牺牲一方可使另一方福寿安康。莫非是婉嫔？婉嫔妹妹竟是如此歹毒心肠之人！大王驾到！婉嫔，你竟敢残害大皇子！臣妾不知大王何出此言。你刚才藏的什么？臣妾没有。婉嫔，你果然在利用巫蛊之道残害皇嗣！臣妾冤枉，这是妾特意向玉玄真人求来的18丝手串，可庇佑大王康健。真人一向冷傲，怎会轻易与你相见？恐怕这手串可助你双玉换血。臣妾从未听过双玉换血，这只是普通的平安玉，大王明察。如果大王不信，可以找长侍李姑姑来，她全部知情。回大王，当日婉嫔为求18字，头顶烈日3叩9拜，才打动了玉玄真人。既如此，你为何遮遮掩掩见不得人？只怕心存不良。王后有所不知，18丝必须被浸泡7日才能发挥奇效。如果大王能无病无灾，妾辛苦一点又如何呢？婉嫔有心了。男人最喜欢的就是心疼他的女人。大皇子服药后会起癫痫之症，太医也无计可为。放心吧，公公，事成后王后不会亏待你的。你的杀招只不过是我手中的刀。大王，海王爷果然妙手回春，大皇子醒了。王弟怎有空来？听宫人说大皇子病了，我施过几针已无大碍。海王果才真好医术，连太医都束手无策。不过是吃错东西罢了。本王是相貌丑陋，吓到婉妃大将了。王爷说笑了，那就是婉妃有眼疾，要不本王给你看看。本宫眼力很好，多谢王爷关心。本王可是第2次救你了，所以第3次是什么时候？王后娘娘驾到！臣妾拜见王后娘娘。这条路是我回宫的必经之路，婉嫔妹妹是故意挡在这儿的。容不容得下是娘娘的气度，能不能让娘娘容下是臣妾的本事。位高权重者被挑衅，一定会有所动作。天神无比威严，国泰民安，永续鸿运，国泰民安。永续鸿运，国泰民安。龙纹断了，这是国运断了。礼部，怎么回事？回禀大王，祭祀大典之前我们全部检查过了。你是说这件龙袍自己坏的是吗？微臣不敢。来人，把礼部尚书发配到南蛮苦寒之地。大王饶命！这布料上的线不是我们制造局的，这是刺绣丝，我们用的一直是朱线，请大王明察。是哪个宫在用刺绣丝？据我所知，婉嫔是最喜欢这种材质的衣物了。苏州绣女的针脚功夫足以以假乱真了。大王最看重的就是国运，本宫倒是要看看这次婉嫔还能不能脱身。禀告大王，宫中刺绣丝只有婉嫔小主在用。你终究不是我的妾，而是大燕的长公主，对吗？
国运这么重要的事，臣妾万万不敢知会。这么珍贵的刺绣丝，每年就产5匹，都在你宫里了。若是有人诚心陷害的话，无需5匹，1丈就足矣。禀告大王，在婉嫔娘娘的大婢女身上找到了这种颜色的刺绣丝。婉嫔，是不是姑对你太好了？大王息怒，臣妾真的没有动过龙袍的手脚。那这些刺绣丝怎么解释？难道是你的贴身婢女在陷害？一人做事一人当，不关我家小主的事。还挺忠心的，你这承认故意弄坏龙袍了？是奴婢技不如人，被人算计，与我家小主无关，请王后按规矩处置。在教我做事？奴婢不敢。宫中配给一直是王后娘娘掌管的，婉嫔娘娘也没有多余的刺绣丝啊。大王有蹊跷，这2种线的颜色不一样。这是一模一样的刺绣丝啊！大王你看，阳光下是一样的，但是从影子看，龙袍上的线是哑光的。究竟是谁想坏我代国的气运？大王，按照我们代国的规矩，殿前失仪岂能放过？大王，请三思！不，你们不能这样，他是从小陪我长大的人啊！小主，奴婢只能陪你到这儿了。我动不了你，还动不了你身边的人。王后，你敢对我的身边人下手，我要你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。公主，你看今年的新盒美吧？都吉布了，怎么还是毛手毛脚的？我想着赶紧让你看看，刚摘下来的才好看啊，一会儿就不新鲜了。公主，前面就是大燕和代国的交界了，接下来的路怕是一步比一步难走。没事，一起走就不难了。代国这里骨寒阴冷，根本长不出荷花，但你还是陪我来了，我却让你先走了。你放心，那天在场的每个人都会付出代价。王爷怎么？逝者如斯，生者已矣。这次多谢王爷的荷花了。就说说而已嘛。王爷还想要怎样呢？王爷请自重，我可是大王的妃嫔。王兄喜欢的，本王都很感兴趣，美人是，江山也是。王爷还真的是不避讳呢。代王为了夺权，害死我母妃的时候也一点都没避讳啊。父王，这是儿臣特意从西域寻来的美人，伺候的还行吗？老三做事，姑是最放心的。谢父王夸奖。南蛮战事焦灼，儿臣请用挂帅出征。这次让老六也去露练露练吧。父王放心，儿臣定当凯旋归来。三哥多多指教。3天后，也就出征的前一天，六哥突然暴毙。所以王爷是觉得……本王没有揣测，是眼见为实。药性很强，服用后3个内就会暴毙。请三王子放心，小的一定不辱使命。七弟对正事可有兴趣？三哥知道的，陈毅从小就喜欢钻研医术。老伯，你冬天的时候膝盖疼。你说我母亲她？我的母妃和你的双核，都是被他下令处死的。妃嫔怎么能？这就要问我王哥了。为了继承皇位，究竟做了多少脏事？当年他不惜用天选之子来为自己加骂，我的母妃因为出身不高，沦为了权力斗争的牺牲品。我连母妃的尸首都没看。所以这么多年你都在伪装蛰伏吗？我在等一个合适的时机，比如现在。娘娘，大王他今日宿在婉嫔宫里了。饭冷了，都撤了吧。娘娘反胃1天了，奴婢去请太医给您瞧瞧。只见新人笑，不闻旧人哭。谁当年还不是个新人呢？后宫3000佳丽，唯有你是顾得起。
那时我也以为我们能一世一双人。王后流产伤了身，恐怕以后再难有孕。姑还有正事要处理，王后好生休养。原来男人爱的不是你，而是你肚子里的孩子。那是戏女无法为大王繁衍子嗣，那是王后娘娘。心怀愧疚，求上天能庇佑大王福泽万年，国家繁荣昌盛。大王快看，百年难遇的星门居然显现，这是祥瑞之兆啊！大王，霍将军来报，已夺3座城池。难道神机真的显灵了？臣妾参见大王。恭喜大王，王后娘娘有喜了！这真是祥瑞之子，传令下去，减3年赋税。王后辛苦了。本宫怀孕一事暂且保密，谁敢泄露，下场你们是知道的。此次天降祥瑞，大破城池了，本宫就不信赢不了这局。大王，时辰不早了，婉嫔娘娘还等着呢。臣妾突然感觉心慌慌的，太医说这一胎要格外小心，臣妾害怕，但看见大王就心安多了。要不今晚大王别走了。告诉婉嫔，叫她歇息吧。婉嫔娘娘，大王让您今晚别等了。辛苦公公跑这一趟。闲花眼底千千种，此树人间善最奇。国色天香人永尽，丹心独报更谁知。臣妾在此献画一幅，愿吴国如牡丹一般繁荣昌盛。你有心了。王后的画果真栩栩如生，不愧是名满都城的第一才女，赏天香豆蔻。能治天下百病的天香豆蔻仅有3粒，大王真是恩宠王后。天山豆蔻如此珍贵，臣妾不敢收下。那王后想要什么？臣妾钦佩大王写的一手好字，不知大王是否愿意擅上题字？好久没写了，难得王后喜欢。1愿郎君千岁，2愿妾身常见，3愿如同梁上燕。臣妾记得刚进王府那年，臣妾作诗，大王就在一旁题字，日子好不快活。姑都忘了，难得王后还记得。你以为男人欣赏的是你，他其实欣赏的一直是自己。要是大王在就好了，他定能破这局死局。姑倒要看看是什么死局。臣妾参见大王。峰回路转，这一局真险。大王果然厉害，那臣妾得罪了。婉嫔棋艺竟如此精湛，大王此言差矣。其实这局尚有机会。那今晚你好好告诉姑，这局该如何解？如今王后有孕，尚需大王相伴。要不臣妾改日再与大王讨论。要得到男人的心，最好的方法就是若即若离，让男人觉得可望不可及。你听说了吗？婉嫔娘娘的棋局连棋圣都解不了，恐怕只有大王才是娘娘的对手了。摆驾，去婉嫔宫里。大王摆驾，婉嫔宫。大王驾到。大王怎么会来？美人配棋局，姑当然要来。来人，传话叫王后别等了。可是姐姐会伤心。那就说姑因为政务宿在御书房了。婉嫔宫里有其他的男人。摆驾婉嫔宫。婉嫔，这次是你自找的。即使王后怀着孩子，在姑心里，她也不能与你相比。大王说笑了，那可是后宫最尊贵的女人。她只是姑的王后，但你是姑的妻子。她竟然让大王失了分寸。明年一定带你回大燕看新荷。放心，仇人的骨血只会让荷花长得更娇艳。我家娘娘请你过去一趟。知道了。走吧。婉嫔，你可知罪？臣妾不知何罪之有。大王专宠你一人，你这是要祸乱后宫吗？臣妾入宫后一直本本分分，从未做出逾越之事。这宫中抠视伶俐的人是越来越多了，今天本宫就要肃清后宫。王后娘娘虽有后宫掌事权，但也不可肆意冤枉臣妾啊！道貌傲然，本宫眼里最见不得脏东西了。你就是嫉妒大王更爱我，同样是有孕，他还是对我更好。今天就让你知道孰轻孰重。
你的孩子不配来到这个世界上。这可是大王的孩子，这是大王没出生就夭折的孩子！救命！残害皇死了！你使劲的叫，反正也没人知道你在这儿。大王到！怎么会？谁让你对姑的孩子下手的？报应不会不到，只是晚到而已。王后，这就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吗？在罪恶中的人必将在悲哀中沉默。谁让你对姑的孩子下手的？你已经是王后了，是六宫之主，怎么就不容下姑的孩子？谁愿意看着自己深爱的丈夫与别的女人恩爱生子啊？臣妾做不到，做不到啊！姑给了你王后的位置，不是让你干这些事的。大王，你还记得我们洞房花烛那天吗？你说一世一双的呀！子嗣就是代国的未来，你是一国的王后，不是姑的妻子。大王以为臣妾只是善妒吗？臣妾是真真正正的爱着大王的，贤惠都是装给你看的。年年岁岁花相似，岁岁年年人不听说这些，真让人恶心。别的女人生下的孩子算不上我们的孩子。你竟如此执迷不悟！这么多年姑膝下无子，都是你背后操弄的。这有什么？那是他们福宝。你不是福薄，你是姑的孽啊！大王，你试过从天黑等到天亮的滋味吗？来人，你旨！姑要废后，传姑的旨意。王后瓜尔佳氏得慕天恩，贵为王后，然其中间不变，残害皇嗣，有失妇德，难立中宫。臣妾还怀着你的孩子呢。如果不是这个孩子，本王就赐你一丈好了，打入冷宫。大王竟如此狠心！我们20年的夫妻情分啊，都是虚无吗？臣妾不信，臣妾不信大王如此无情。代王摆驾。小主，大王废后打入冷宫了。废后只是好戏的开始，冷宫还是太舒服了。来人，给本宫加炭火。吃了能暖和点。本宫现在这样都是你害的，你来这儿装什么好人？我的陪嫁丫鬟，那些没出生的孩子，丽妃、德妃，都是你害死的。世间有因果，这是你的报应。人跟人的差距从出生就注定了，他们怎么能和本宫相比？你是大燕的公主，这个道理你不懂吗？皇后娘娘，你真可笑！你视人命如草灭，却视爱为珍宝。你以为大王对你能有几天新鲜？本宫还怀着孩子呢，我们的感情岂是你能撼动的？那如果你的孩子根本就不存在呢？婉容你！德妃送来的嬷嬷是你的人，给你诊脉的梁太医为什么不能是我的人？本宫为何要信任你？夏官和丽嫔自小是一起长大的，夏官爱慕丽嫔，他选上秀女那天，夏官的心就死了。那你不恨我？要不是王后在背后一直教唆，丽嫔又怎么会被德妃利用？好，那本宫要王后假孕，1个月之内就要。请娘娘放心。你知道这个孩子本宫盼望了多久吗？你害死的人都在天上看着你，别说这辈子，下辈子你的孽债都还不完啊！本宫就死也要拉着你一起！你那个贴身婢女死的时候哭喊的真好听啊！你不配提她，我会让你付出代价的。你怎么让我付出代价？我可是王后！你现在不过是一只落水狗而已。婉嫔，纵然你陷害本宫，但你终究杀不了本宫。谁说我要动手？我要你亲自动手。你假孕的事，大王要是知道了，你觉得他会怎么做？你是想成为欺骗爱人的女人，得是死个干脆。婉嫔，杀人诛心也不过如此了。是你把心交给了男人，怪不得别人。选毒酒吧，死相好看点。1愿郎君千岁，2愿妾身长健，3愿如同梁上燕。天作孽，上可活；自作孽，不可活。这是大燕的荷花，我来看你了。这次是王后，下一个就是代王。婉嫔娘娘，好久不见了。王爷今天好兴致啊。哪里哪里，本王是知道婉嫔娘娘今天一定会来，才过来的。王爷说笑了，本宫跟你可不是那种关系。哪种关系？
当然是除了王嫂和小叔，其他都不可能的关系。那小叔就不客气了，上次说过，王爷说的话，本宫怎么听不懂？你骗不了我，我知道你为何来代国。那王爷先身先士卒，做个史帅吧。好，3日后，本王请婉嫔娘娘看戏。那王爷可得给本宫留个好位置。到时候，请婉嫔娘娘重新决定一下我们的关系。大王，大事不好了！进来说话。禀告大王，南蛮战事咱们被迫降了，通知兵部马上来御书房。他竟然能控制战事。婉嫔娘娘，这个见面礼还喜欢吗？没本宫想的那么猛烈。这是不太满意啊。那本王就不耻下问，请娘娘赐教了。本宫在这方面从不吝啬。我要唱的这场戏够刺激，就是需要王爷帮个小忙。任你差遣。你看看，这个对不对？这确实是，这种草药一般生长在高山断崖的地方，这株根须完整，很是难得。那本宫就放心了。按计划，你觉得有几成把握？如果时机准确的话，下官有9成把握。好，那就辛苦梁太医了。婉嫔娘娘，这里是大王宠幸过的妃嫔册子，一共1200人，算上宫女，将近2000人。这么多，可否有女子在宠幸过程中出事？你在怕什么？奴才不怕，只是想到2个妹妹都死于此事，实感悲愤。是个有情有义的，那我无需多言，后天就看你的了。请娘娘放心。该翻牌子了，大王。婉嫔的牌子挂上了。回大王，婉妃娘娘已孕满3月，太医说胎象平稳，可行房事。那今晚就去婉嫔那儿吧。因为大王很久没来了，臣妾怕是要忘了大王的样子了。姑可是把你记得很清楚呢。还有这荷花酥，大王喜欢就好。吃惯了你这儿的，厨子们做的我都不喜欢。那大王要不要尝尝臣妾这块啊？你一向比点心美味的多。来人，快传太医！禀告大王，这脉象咸池沉涩，姑到底怎么了？大王怕是短期内都不能行房事了。孩子月份大了，假孕的事会瞒不住的。那依娘娘的意思，本宫要让大王亲眼见到孩子的死亡，最好能让他记忆深刻。下官有一计，虽凶险，但是个奇招。这不是助兴壮阳之物吗？服用过量的话会打击一个男人，定要从他的男性尊严开始。请娘娘放心，本王一定会找到这味药，毕竟是这场戏的关键道具。咱们给大王做了100次荷花酥，才换来这个机会。小的明白，请小主放心。味道上一定要注意，要和之前的一模一样。欺君之罪，可是要株连9族的。下官不敢妄言。姑才不信你这一介庸医！来人，传2个常在来侍寝。你已经做不了男人了，接下来让你连人也做不了。废物，全都是废物！1月之内竟连丢5座城池，未尝胜仗。大王息怒，传令下去，若霍家军拿不回这5座城池，就别回来了。臣还有一事要禀告大王，今日退朝。都安排好了吗？大王放心吧。根本无用。大王，稍安勿躁，依微臣看来，此乃心病。臣听闻鳖缩人有秘法，或许可助大王重振雄风。秘法？大王，人家有些口渴了。那姑亲自为你斟酒如何？大王，来追人家呀！你竟敢戏耍姑！让奴家再试一次。来人，把他拉出去。大王且慢，这是婉嫔娘娘为您准备的助兴之物。这药连续服用会导致心绪紊乱，稍不注意就会刀锋气血及寒光。那就看咱们的大王有多想做个男人。奴才就不打扰了。
婉嫔端义惠和，德才兼备，柔明专静，晋封尔为皇贵妃，封号婉，亲哉！大王，大王力气真大。贵妃娘娘，大王的药吃完了，昨日才给大王送去，今儿就吃完了。你们做奴才的提醒大王节制些，药吃多了不好。那奴才就先告退了。这药真灵，故意吃完就开始热血沸腾。那奴才再把那位姑娘请来。行，你们都退下。跟着大王哪有跟着我好？他本来就不得人心。不喝这个，姑要你求来的灵药。可那个药治不好大王的急火攻心。快把药给过。是药3分毒，大王要节制啊。欲使其灭亡，必先让你疯狂，只怕你舒服的时日不多了。摆驾，回宫。娘娘小心脚下。王爷怎么总这么清闲？娘娘的事，本王向来有空。你这局棋布的倒是凌厉，野心都写在白纸上了。哦，那你想怎么做？击败一个帝王最快的方式，是挑战他的王权。吾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有本即奏。储君者，国之根本。微臣奏请大王早立太子。为时尚早，再议吧。如今大王龙体欠安，立大皇子为储君，可稳固吴国。大胆！你们是要咒姑吗？来人，把他们……尔等奏请早立太子。尔等奏请大王早立太子。尔等奏请大王早立太子。大王好，快传太医！不好了，大王晕倒了。你既视人命如草芥，那就不能走得这么容易，这么舒服。上天保佑！大王身体可有不适？老七又救了姑一次。是王兄吉人自有天相，能逢凶化吉。看到王兄醒了，臣弟就放心了。针灸见效快，但需调养。王兄既不可再行房事。你是说姑可以了？臣弟告退。贵妃娘娘真是不懂男人，你越不让她做什么，她就越想做什么。这种至死是少年的情怀，不懂也罢。后宫怎么样？就看贵妃娘娘安排了。那王爷下针的时候注意准头。之前是硬刀子，看得见摸得着，这次用软的，刀刀不见血，但要人性命。娘娘，大王行情失时晕倒了。至死是少年的男人，都英年早逝了。大王怎么就不能听听太医和海王爷的话呢？原来是你，一直都在你计划中。明知自己身体不行还要上，大王你真叫臣妾好生敬佩啊！来人，快来人啊！传海王进殿。臣弟拜见王兄。来得正好，快把这个他给我拖出去杖毙！都这个时候了，王兄真是一点都没变，还是视人命如草。你真以为我毫不知情吗？好你个老七，这么多年，你竟然跟姑装了这么多年！你竟然跟姑装了这么多年！跟王兄的步步为营和心狠手辣比起来，我这几年不值一提。我今天看了黄历，是个适合驾崩的好日子，对外报消息。天兴3年，代王薨。万岁万岁！众卿家平身。禀告大王，代国有使者来访。大燕得知代国新帝登基，特让本王前来祝贺。怎么沈玉堂也来了？既是祝贺，那贺礼呢？
本王自幼便和太后娘娘相依为命，兄妹情深。娘娘来代国后，本王甚是挂念。那给太后的礼物呢？沈某认为，千里送来的鹅毛情真意切。皇兄远道而来，做妹妹的怎能不好好招待呢？太后娘娘明日设家宴。太后娘娘若不喜，本王打发他们走便是了。王爷若赶他们走了，谁来给哀家唱戏啊？既然你们送上门来，我可就不客气了。你等一下要好好表现表现。下官明白。等会儿见到婉柔，哥哥，好久不见。妹妹不在大燕的这段时月，为兄一直牵挂着你，特地准备了你喜欢的荷花酥。哥哥有心了，不过我现在喜欢栗子糕。如今妹妹是代国皇太后，母在天有灵，定感欣慰。看来我与哥哥都做到。微臣沈玉堂见过太后娘娘。沈郎是本王的幕僚，他虽是举人，但足智多谋，明年的新科状元非他莫属。哥哥手下能人辈出，妹妹好生羡慕。能得到哥哥的欣赏，倒是不简单。把头抬起来。是你？你们私下见过？当然。速速回去拿伞。好大的胆子！这里可是皇宫。请娘娘恕罪，在下淋了雨，只好借此躲雨。娘娘，娘娘！想不到你也玩这种把戏。妹妹喝醉了，改日你我二人再好生叙谈。哥哥也早些回去休息。沈清，替本王送送婉柔。住手！保护太后娘娘！娘娘别怕，现在没事了。哀家会记住今夜，因为沈郎你在这里救了我。一条蛇就感动成这样。太后娘娘，这是海王爷特地给您送的流光赤金三龙骨，这分别是蛇皮对金大冬袄、龙凤呈祥蛇鸡汤，以及陈年百蛇酒。这就是大燕来的人，看这长相确实有几分姿色，难怪太后娘娘会喜欢。各位大人误会了，在下与太后娘娘之间清清白白，绝无半天夜里你宿在太后那儿，宫里早就传遍了。作为男人，得敢做敢当啊！在下是大燕的举人，定当以功名为毕生追求，请大人们自重。虚伪，让人恶心！在下不允许任何人毁坏太后娘娘的清誉。太后娘娘到！哀家是眼花了吗？回禀娘娘，下官偶遇沈举人，向他请教了几个民生问题。下官听了沈举人的见解，受益匪浅啊。沈郎，是这样吗？沈某不敢欺瞒太后娘娘，是两位大人误会了沈某的某些行径，构陷沈某和太后娘娘有私情。好大的胆子，不仅敢欺瞒，在背后编排哀家。是下官一时听信流言，请太后娘娘恕罪。你们真以为沈郎从大燕来，无人撑腰是吗？太后娘娘息怒，下官自愿领罚。那就领100棍吧，加扣1年俸禄吧。谢太后娘娘。不错。怎么是你？这些事交给婢女做就行。但沈某想为你做。沈郎，你对每个女人都这么好吗？沈某只对心悦的人这样。今日的事，哀家其实很生气。果然沈某的爱慕还是给太后娘娘造成了困扰。沈郎为何要自己扛呢？你是觉得哀家不能给你个名分吗？重活一世，你这些以爱之名的伎俩，还真让人恶心。原来一切都是他算计好的。这场戏这么精彩，我也帮他唱两句吧。来人，给太后娘娘换碟栗子糕。什么时候沈清和婉柔妹妹这么熟络了？皇兄惯会打趣我的。承王殿下，婉柔身份高贵，既是代国的太后，也是大燕的长公主。沈某自知出身低微，但沈某无法掩饰对太后娘娘的爱慕，望殿下成全。你个寒门子弟，也敢肖想本王的妹妹！沈某愿和婉柔做世间梁祝，一世一双人。皇兄，妹妹其实也对沈郎有意。那依妹妹的意思，这个太后，妹妹可以不做，跟梁祝的俊酒比，这算什么？婉柔，你从和亲走到现在太后的位置不容易。沈某不在乎以什么身份陪伴在太后身边，只要沈某在就好。有皇兄这番话，有沈郎这份心意，婉柔这辈子值了。
摄政王到。他来干嘛？两国联姻可是大事，本王来给皇嫂填庄。金缕玉衣1件，黄金步摇20件，姜绸、春绸、周绸各100匹。这10里红妆光是我带过的诚意，如意1对，聘礼就看大燕。摄政王放心，联姻是大事，我们大燕绝对会重视起来的。哀家还是第一次听你叫我皇嫂呢。这也是最后一次，本王得让你风光出嫁呀。等出嫁那天，你来送我吧。娘娘，吉时已到，你该出嫁了。本王现在还真有点羡慕那个沈玉堂了。走吧。为了这次聘礼，本王可是下了血本。王爷放心，嫁妆和聘礼我都会让婉柔乖乖奉上的。你还记得我们来代国的目的就好，不计一切代价，从内部瓦解代国。今天要确保万无一失。沈某这就去准备。娘娘亲自入局，可曾害怕？王爷可能不信，本宫盼盼这天已经多年了。那就让好戏开场。在我心里，你一直都是长公主，再高贵又如何，终究是我的妻子了。公主得罪了。沈某？哪个沈某？你是谁？婉柔呢？谁给你的胆子？来人！你们几个把他给我关起来！这是误会，请听沈某解释。夫君，一天没见，你怎么这样？这就要问太后娘娘了吧？这就是你把别人当做棋子的下场。长公主对婚期的修改没什么怀疑吧？朝中无人知晓，新上任的大祭司是我们的人。那两边的迎亲队伍呢？太后娘娘放心，神机营管事的将领是下官的同乡，明天城内会在及时封路。好，这招偷梁换柱讲究的就是时机。停一下，应该是长公主吧，让她先走。谢太后娘娘。沈某人不才啊！太后娘娘位高权重，杀我不是易如反掌，何必这样大费周章？你和成王计谋的时有多快乐多得意，现在就有多痛苦。太后娘娘好算计啊！可我跟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何要抓我？你把我当做一颗棋子，还妄想用感情控制我，真让人恶心。喝了吧。成王一定会救我的，我劝你不要轻举妄动。你这是在威胁我？你现在只不过是一个弃子而已，他怎么会来救你？你这种人不配活着，你一定会遭到报应的。将军别生气，末将愿带人上门讨个公道。敢抢将军的亲，这是不把咱们放在眼里啊！都给我走！将军且慢。沈玉堂死是你策划的。沈清是我的夫君，他死了对我有什么好处？别装了，本王知道是你换的亲。既然你无情，就别怪我无义。成王殿下带着士兵闯入哀家的寝宫，是要造反吗？哥哥，想做什么？你一个和亲公主死于代国，就是本王的出师之名。哥哥，你这是逼我去死吗？这可是守卫森严的代国皇宫。这里早就是一座空城。可恶！沈玉潭一死，本王的计划全毁了。王爷息怒，此事尚有转机。霍家军全军覆没，摄政王和骠骑大将军带着城防营去战场了。如今皇城无重兵把守，正是起军的好时机。但本王还缺一个出师之名。婉柔，您的妹妹，代国的皇太后死在代国皇宫，就是您出师代国最好的借口。现在整个皇宫都是本王的人。父皇若是知道我们骨肉相残，该多伤心啊！如果我能把代国双手奉上，父皇高兴还来不及呢。到时候谁还记得你啊？哥哥，你是不是想得太容易了？这一切就是个局。外面已经没有你的人了，还不赶快放了太后娘娘！我们可是亲兄妹啊，我们一起上路吧！你们不怕他死吗？他可是你们的太后！你真以为你手里的是毒药？这只是颗普通的薄荷糖。我要唱一场空城计，需要本王怎么配合？王爷得先让我哥哥以为他唱的是空城计。消息已经传达给成王了。好，有什么变动立刻发信号弹。成王他敢肆无忌的抢亲，说明背后有大燕事意，直接在代国杀了大燕皇子，会引来战乱，百姓我们让他民不聊生。所有的一切都是你搞的鬼，那又如何？刀现在握在我手里，你的命也握在我手里。
大燕男儿绝不认输，无非就不该生你。哥哥，宫中险恶，争夺确实是存活之道。只是你把我当成你的棋子。你们应该是一起长大的吧？他封王之前，我们都住在一个宫里。这场空城计唱得你伤心了？本宫哪里还有心啊？伤心的恐怕另有其人。信上说是今日，成王怎么还没到？陛下莫急，应该是因为下雪，成王路上才耽搁了。成王攻破代国，可喜可贺。微臣誓以忠心辅佐皇上，共筑盛世太平。微臣誓以忠心辅佐皇上，共筑盛世太平。众卿家，成王得胜回朝。陛下，这是成王带回来的战利品，快跟朕呈上来。成王这是楚军的不二人选，没错，是难得一见的帝王之才。陛下，太后娘娘，燕王薨了。怎么这么突然？探子说是因为成王的去世，燕王一时急火攻心了。真没想到他还有在乎的人。这幅牡丹画脏了，来人，拿去烧掉吧。婉柔，过来。父皇，你下朝啦！不过婉柔作为朕的女儿，你不能玩泥巴，你得学兵法才行。兵法可以巩固政治，疆土长大你就懂了。为何不出兵代国呢？最好的激烈，不费一兵一卒就可以获得胜利。儿臣是不配为兵为卒吗？盼你下一世无需再做君王，而是做一个与权谋无关的普通人。秀了那么久，一把火就烧了。你说过的，逝者如斯。既然这样，要不要跟着我去四海做个游医？吴伯，你的腰还疼吗？你们回春堂的膏药贴上没有好不了的腰。我一会儿再过来给您送2贴。今天也上山采药啦？对，郎中让我每天都去采一种新的回来。郎中，我回来啦！这是吴伯给你的。好了，记住，3日内不要洗澡。上回不是跟你说不要再拿吴伯的馒头了？你不懂，婉姐姐说了，这样吴伯膏药用完了才好意思跟咱们说。少拿你婉姐姐的压我，去把药篓背上。今天上山要采的那味药长在断崖边，晚了日头就毒了。这是背后说我呢？哪敢，是在夸你人美心善呢。我妈说这叫妻管痕。你不学好，这不叫妻管痕，这叫恩爱。我妈说婉姐姐有孕了，你们就快有孩子了。你有孕了，怎么没和我说？我妈还说了，这叫秀恩爱。